近期，菲律宾声称在台岛上有着15万的菲律宾务工人员，如果发生台海冲突，会对菲律宾带来巨大损失，所以菲律宾需要做好插手准备。面对这种拨缴的借口，我国也紧起了驳斥。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财户，我是虎妞。对于菲律宾对美军开放的9大军事基地，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专门为了将来的台海冲突而准备的。但是菲律宾方面却一再否认。在美菲联合军演开始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还声称，这些军事基地只是为了强化菲律宾的防御能力，只是为了自保罢了，禁止这些驻扎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美军发起任何形式的对外进攻。但话是这么说的，实际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了。在美军花费数千万帮菲律宾修建军事基地上的机场跑道后，有部分菲律宾政客和舆论开始炒作，在台岛上有着近15万的菲律宾工人务工，这对菲律宾来说十分重要。菲律宾在台岛上有着极高的战略利益，一旦未来发生台海冲突了，那么菲律宾必然会被卷入到这场冲突中去。此类发言和此前马克思说的话结合起来，那就不难理解了。虽然菲律宾修建这些军事基地是为了加强防御能力，为了自保，但是在台岛上的菲律宾工人同样是菲律宾利益的一部分。一旦发生台海冲突的话，这些在岛上的菲律宾工人将会面临巨大的威胁。因此在这时候就需要菲律宾动用武力出兵支援台岛了。而由于菲律宾的军事实力弱小，仅凭借自身实力根本难以对抗解放军，因此在这时候就轮到美军的登场了。只能说菲律宾这套潜在的逻辑说辞既滑稽又可笑。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恶化，越来越多人认为中美之间未来必有一战，而这一战的地点就是在台海。但在台海这一块距离美国较远，美军无法发挥全部实力，而解放军有着本土作战的优势，所以美军在台海和解放军单打独斗必败无疑。因此美国就想到了结交在台海周边的盟友们，日本、韩国现在已经搞定，这两国的军事基地可以说是为美军建造的，是美军在中国周边的军火库。但菲律宾还没搞定。原本菲律宾是对美军开放了5大军事基地的，但是在91年之后就废除了美菲军事基地协定，这5大军事基地的美军也都不存在了。不过由于菲律宾在南海岛礁问题上时常和我国发生矛盾，再加上菲律宾内部有人也想和美国打好关系，所以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还没废除，两国始终是军事同盟。到了现在，菲律宾在南海地区和我国发生的矛盾已经越来越严重了。除了中国海警加强对南海岛礁的巡视戒备外，中国海军军舰也来到相关海域进行巡航，这让菲律宾图谋南海岛礁的野心感到了很大的不安。因为双方的军事实力完全处于不对等状态，所以在对美军重新开放5大基地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大基地，并且这4大基地3处位于台岛周边，1处位于南海关口的巴士海峡附近，显然是专门为美军介入到台海冲突中开放的。有了这9大基地，美军想要介入到台海冲突中去就变得简单的多了，直接将军队部署在这9大基地中，战时直接出兵即可。并且位于巴士海峡处的军事基地可以保障美军航母能够顺利地来到南部海域，不至于在中途就被解放军一锅端了。而现在若是按照菲律宾的炒作说辞，发生台海冲突后，台岛必然是解放军的打击对象，在岛上的这15万菲律宾务工人员也会面临一定的危险。这时候菲律宾就有理由介入到台海中去了。既然说菲律宾都介入到台海中去了，那么菲律宾的那几大军事基地距离台岛这么近，肯定也是解放军的打击对象。而有着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手，美军就能以保护菲律宾的名义，从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中出发打击解放军。因此面对菲律宾所谓的为了保护15万菲律宾工人，菲律宾需要武力介入台海之话，
我国驻菲律宾大使也进行了反驳，表示如果菲律宾是真的关心这15万海外劳工的话，那应该明确反对台独，而不是通过邀请美军进驻台海周边的军事基地这种方式。但是对于我国的驳斥，菲律宾方面却和恼羞成怒一样，认为自己并没有干涉台湾问题，让美军入驻军事基地也只是为了菲律宾的安全，并否认我国大使的发言告诫。也就是说，现在的菲律宾可以说是和美国彻底绑定在了一起，打算执意武力介入台海了。这15万打工人的生命安全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还是想着介入台海后能够跟在美军的后面获得多少的利益。但菲律宾有没有想过，跟着美国可能没有肉吃，反而会被美国当成炮灰呢？跟美国走得过于亲近，来被美国当枪使的国家会有怎样的下场？不论是放眼过去还是现在，那可都是明摆着的。建议菲律宾最好还是考虑清楚。